白少射的准呐，百步穿杨啊！对呀，苏晨，年少有为。王总，你把这个苹果拿着，去给他们当活靶子。活靶子？那他们要是我起，怎么？你在质疑白少和刘少的技术？白少厉害！我能给他们当活靶子，那是你的荣幸。王总，就算你开除我也10万，只要今天你能让白少玩得开心，立马给你打钱。你们这帮杂碎若有来世，我一定让你们生不如死！我刚刚不是被箭射死了吗？白少，您可真会开玩笑！放眼整个港城，谁敢射死您啊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白少呀，您可是港城顶级财阀白家大少爷白木秋。怎么了，白少？我竟然重生到了8年前，成为了杀死我的仇人的哥哥。既然上天眷顾，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那这万一家产不要，还有你们的仇，我会一点点跟你们清算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您要的牛奶来了。这不是我以前的上司王雅怡吗？她现在竟然是我的秘书，那就先从你开始吧。我说你的耳朵是被驴毛塞住了吗？本大少要的是鲜奶，你给我的是牛奶。大少爷，您刚刚说的就是牛奶呀！食材立刻去弄新鲜的牛奶。大少爷，宝贝们，你们给我排队等着，一会儿本大少挨个的收拾你们。白木秋，白木秋，你简直无耻之极呀！白木秋，快放开雅怡！白木秋，不是你搁这装什么装啊？白木秋，刚刚叫我什么？白木秋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再问你一遍，刚刚叫我什么？大哥，大哥是你能叫的，叫我白少。记住了，以后在白家只能我称为白少，而你只是一个私生子。只要有我在，你永远就是个垃圾。滚吧你！你给我等着！噗噗噗！还不错嘛。大少爷，什么事情毛毛躁躁的？老爷喊您去客厅，说有要事要谈。等本少爷忙完事情，再对你们进行全面检查。好啊，好啊！木秋，快来坐。滚开，到你该坐的位置去坐。爸，你看白木秋，记吃不记打的东西，滚到你该坐的位置上去。滚！你坐这儿。爸，快说，我房间里还有3个小宝贝呢。调皮，我的2个宝贝儿子，我最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我打算把咱们白家的亿万资产交给你们俩当中的一个人来管理。爸，我的管理经验丰富，把白氏集团交给我是最佳选择。是啊，老白。
穆东这孩子确实挺不错的，他自己创立了公司，还做得井井有条，集团交给他最合适不过了。我是白家的嫡长子，白家的亿万家业自然是由我来管理的。你一个私生子，胆敢觊觎我白家的家业，找死是吧？哎，穆秋啊，你说你做的那些事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你说咱们白家集团的那些董事怎么信任你呢？他们要是不信任我，可以立马滚蛋啊！我还有大把的人等着顶替他们。咱们啊，凡事都要以理服人。以理服人。好啊，我证明给他们看，把这个私生子成立的那个叫什么东宇地产交给我来管，我证明给他们看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高郎，老头子的小老婆，我记得上一世白木秋就是被这个女人和白木东害死的。爸，我们白家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女人来做主了？白木秋，穆东可比你强多了。他白手起家创立东宇地产，目前市值已经达到500亿，今年以来这3个月就已经赚了3个亿。区区3个亿就把你们骄傲成这样？今年以来，房地产就进入了短暂的平台期，穆东能为公司赚3个亿，就已经是天花板。你行吗？我只需要1个月，我可以赚3000亿。3000亿，1个月让白氏集团赚3000亿，不是，别说1个月，我就给你1辈子也不可能做得到。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场？赌什么？我只要在1个月之内赚到了3000亿，小妈你任我处置。不是你，白木秋，你也太放肆了！老白，你看看。穆秋啊，穆秋，玩笑要适可而止。爸给你们2兄弟一人100个亿，1个月之内谁挣的钱多，就证明谁有能力，白家集团就交给谁。爸，要是我在1个月之内赚到了3000亿，他们母子都要任我处置的。好，若是你能赚3000亿，我就任你处置；若是赚不到，你就给我滚出白家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都出去吧。咱们账户上的钱就只剩1个亿了，今天就是您跟老爷和2少爷约定的最后日期了。好，带上钱，跟我去玉龙马场。您要把这1个亿拿去买马，马上就要开集团会议了，我觉得不合适吧？要不然咱们就把这些钱留着吧。你作为一个秘书呢，你需要做的就是服从，知不知道？妈，好消息！刚刚王雅姨跟我打电话，跟我说那个败家子要拿最后的1个亿去买马。什么？这1个月以来，他夜夜笙歌，沉溺于女人堆，最后关头竟然寄希望于买马。老天，这要是还能眷顾他，那太没天理了吧？那太对不起我们这些每天努力的人了。放心，这1个月你已经赚了30亿，而他只知道败家，要想靠手里的1个亿来翻盘，根本不可能。白氏集团马上就要是我们的了。这1000万。刘少，对不住了，为了这1000万，只好委屈向你了。你竟然敢打我！白少，他好凶啊！刘子韬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大少的秘书要打你，你竟然敢反抗！白木秋，别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有钱还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各位，在场的每一位，要是敢打刘子韬一个耳光，100万。哼，我是港城刘家的人，我看你们今天谁有狗胆，敢来扇我的耳光！白少，您说话算数吗？本少说话一言9鼎，1巴掌100万，现场兑现。刘少，打你1巴掌100万，打上几巴掌，我这辈子就能躺平了。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成为有钱人的机会。只怕你是有命拿钱，没命花。看看谁来了。这不是白家那极品败家子吗？听说这1个月来他挥霍了100个亿。
这恐怕是他最后的辉煌吧，给这机会尽情享受。等白家二少爷接管，恐怕他连西北风都没得喝。哟，白大少爷在啊！刘子韬，既然碰见了，那今天就先收点利息，我们的账慢慢算。白大少，刘少，你叫我什么白大少？在白家，只有我能称少。白少，这个小妞长得不错，我给你月薪100万，来给我当秘书。白少，他是我秘书，你也配和我争东西？多谢白少厚爱，我在刘少这儿干得挺好的。200万，我500万，我愿意。白少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贱人，你竟敢背叛我！哎，敢骂我的秘书，你去扇他3个耳光。即使死，我也认了。你个社会底层的贱民，也想打我？各位，一个巴掌100万呢，难道你们都不想赚钱吗？你们别过来，给我揍他！别打了，打死你！怎么样？白不休，你欺人太甚！住手！刘子韬，没想到你还是这样，动不动就打人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林心瑶，这不是我高中时期的女神吗？之前我身份低微，没有勇气去追求她，现在我是白少，必须拿下她。本少看上你，你今天晚上就来给我暖房吧。将是我未婚妻。好啊，我现在把她还给你，让她做你的未婚妻。白少，你可不能！你看，以后你就当我的生活秘书。白木修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敢跟本少抢女人，你是嫌巴掌还没挨够吗？我们走。走。白少，这买马可是有学问的，不是你砸钱就能赢的。亚爷立马下注5000万4重彩，马匹就选4号、1号、5号和3号。白大少果然豪强，只不过你要知道，这4号自打开赛以来就从来没进过前5，你把他放在第1位。大少爷，3-4啊！你在教我做事吗？属下不敢。快点！要是错过了第1场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买好了，大少爷，5000万都按你的要求买了4重彩。照你这个买法，即使你白家再有钱，也不够你挥霍。本少爷从来不在乎钱，我玩的就是爽不爽。刘子韬，敢不敢跟我赌1场？你想怎么赌？本大少投入了5000万，我要是能拿回来6000倍的钱，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女人。6000倍赔率，也就是说你得拿回3000亿，比我还疯啊！我就问你赌不赌？要是你输了呢？要是我输了，你欠我们白家的2个亿呢，就当给林小姐作为解除婚约的赔偿。那2个亿我们不要了。当真？白家嫡子说话向来一言九鼎。好，我跟你赌。白少，看到没有？我就说4号马不行吧？赛程过半，他依然是倒数第一。老弟，我在这谢谢你那2个亿了。打金响！大少爷，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先别得意，虽然你们押对了顺序，但并不代表你们就能赢。今天第一批跑马结束，4号、1号、5号、3号马夺得前4名。购买4重彩的朋友有福了，赔率为7000倍。
亲姐妹，这怎么可能？事实就摆在眼前啊。从今以后呢，不许再骚扰林小姐，她是我的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欠我们家的2个亿，记得还了。这个大少爷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，或许跟着他比跟着二少爷更有前途。老白身体不好，无法出席，今天的会议由我主持。夫人，可大少爷还没来。谁知道白木秋为什么没来？那个败家子现在应该在玉龙马场赌马。赌马？妈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他拿着爸给的那100亿，今天在马场应该差不多要败光了。雅姨没给我发消息，说明白木秋那个败家子根本就没赚到钱。夫人，1个月的期限已到，二少爷赚了30个亿，他的能力已经得到了验证，继承人的位置还是交给二少爷吧。对，这1个月以来，二少爷的行为大家都有目共睹。反观大少爷，可是每天花天酒地，继承人的位置自然是应该交给二少爷，否则以后我们连西北风都没得喝。不错，1个月赚了30亿，木东的能力确实不错，那这继承人的位置就聘姬司臣，怀家之死。小妈，我们白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？你爸身体不好，来不了，他委托我主持今天的会议。滚开！白木秋，可这叫什么呀？没大没小的东西！白木秋是你叫的吗？那边不是有空位吗？你是在叫我做什么？白木秋，这继承人的身份可不是光靠嘴说说。木东这1个月以来赚了30亿，你呢？他应该连1分钱都没有吧？是这样吗？那从今天开始，白氏集团继承人就是木东了。我同意，白氏集团由二少爷来继承。我也同意，请将白氏集团交给二少爷。大哥放心吧，我来掌管白氏集团，我保证你这一辈子衣食无忧。雅姨，告诉大家本少赚了多少钱？除去100个亿的本金，大少爷到目前为止赚了3000亿。3000亿啊！3000亿这么多！王雅姨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大少爷真的赚了3000亿？3000？莫非他是靠赛马赚了3000亿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！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雅姨，打开手机银行，给大家伙看看。真的有这么多吗？3100亿！这么说，这大少爷真的赚了3000亿，太厉害了！小妈，3000亿对30亿，你是不是该兑现之前的承诺？什么承诺？当然是由我来掌管白家。集团运营靠的是实力，木东赚的那30亿比你侥幸得来的3000亿更有价值，所以你并没有赢。对，你运气能好这一次，能保证以后每次都好吗？你们觉得把集团交给我大哥合适吗？我更愿意白氏集团由二少爷来接手。我也更愿意白氏集团由二少爷来接手。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运气。是啊，我也不想。这怎么弄啊？这不想啊！这我们之间的承诺，可不是3言2语就可以推掉的。大哥，我来当继承人，这就是人心所向。这你也配和我争？还有你们这群没开眼界的老家伙，要不是我看在爸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把你们开除了。白木秋，这次你确实是侥幸，难以服众。好啊，既然大家觉得我是侥幸，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用实力证明给你们看。好啊，大哥既然想证明自己，我们总不能不近人情吧？我名下有一家公司叫东洋娱乐，如果你能在1个月之内将公司扭亏为盈，那就说明你有实力，你看怎么样？东洋娱乐，
貌似林心瑶就在那里供职。10天，我只需要10天，就可以让东洋娱乐实现盈利。东洋娱乐马上濒临破产了，据说现在负债1个多亿。也就是说，至少要赚1个亿以上，这比登天还难呢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我就安排人跟你对接。要是10天之内你没有盈利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放弃白家的继承权，离开白家。好，那要是你们做不到的话，随你处置。10天实现盈利，做梦去吧！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看你怎么在10天内赚1个亿。好，我希望你们到时候别后悔。既然你想证明你的实力，那之前赚的那3000亿可不能用，并且还得靠娱乐公司的主业来赚钱。我说小妈呀，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我不但不会用那3000亿，而且我还不会花自己的钱，我照样可以让东洋娱乐在10天内实现盈利。各位，这就是本少提前给你们的福利。大少爷，你怎么想的？东洋娱乐负债1个亿，你不用自己花钱，10天内就让它实现盈利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你是在质疑本少？属下不敢，属下错了。那道歉是不是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？本少爷现在火气非常大，你帮本少消消火。大少爷，这是在街上。木东，东洋娱乐那边安排的怎么样？放心，白木秋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也是个光杆司令，他掀不起什么风了。这次不能再出问题了，再让他搞出名堂，我们就难做了。这次我保证万无一失。王总，咱们公司准备签约几个新歌手，运营费一共2000万，请您审批。王总，这几个歌手都非常有才华，只要签下他们，咱们公司不但能实现扭亏为盈，还能大赚特赚，成为业内顶尖的娱乐公司的。是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今天能把我服侍好了，我就……王总，请您自重。你个臭婊子，跟我装什么清纯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刘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真香，怪不得白家那个败家子儿愿意花2个亿为你赎身。放开我！林心瑶，你放心，我和白总关系好，今天你只要把我服侍好了，我让他继续给你投钱。你个臭婊子！你今天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！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少的女人你也敢动！混蛋！白木秋，既然知道本少，还不赶紧跪下，给新瑶磕头道歉！你一个即将失势的败家子，跟我神气什么呀？一只臭虫也敢跟本少叫嚣！滚蛋还是道歉？滚蛋！不可能！道歉更加不可能！滚还是不滚？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新瑶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新瑶，以后东洋娱乐就归大少爷管了。雅姨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大少爷，我们准备新签几个歌手，这是下一步的计划书。我准备给你1个亿。太多了，大少爷，您只需要拨给我们2000万就够了。今年呢，是娱乐行业大爆发的一年，我们必须要加大投入，抢占市场先机，成为业内的顶流。那我就谢谢大少爷了。林心瑶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一个败家子的话你也信？白木秋，我劝你赶紧滚出东洋娱乐！竟敢殴打我们王总，我是不会跟着你干的。我也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种二世祖来玷污我们热爱的事业。王姐，赵哥，大少爷说愿意投资1个亿支持咱们的事业。林心瑶啊，林心瑶，白木秋马上就要被白家除名了，你觉得他哪里来的钱支持你啊？再说，
几个不知名的新人，你以为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不信你现在问问白木秋，还能拿出1个亿吗？妈，那个败家子要找一个叫小雷的无名之辈，唱一首叫《老酒馆》的民谣。无名之辈，我查过了，这个小雷是一个流浪歌手，每天这个点儿都会在港城的某广场驻唱。既然那个败家子要去找他，我们要不也去找他？不，我们不能出面，否则那个败家子又会说我们给他制造困难。那怎么办？刘子韬不是跟他有仇吗？让他去。好。喂，子韬。喂，白少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去找一个叫小雷的女歌手，她现在在某广场驻唱，把她带过来。哟，白少，换口味了啊！赶紧办。1个亿而已，本少还是有的。你们只要按照新瑶提交的计划，10天内不但可以让东阳娱乐实现盈利，而且还会迎来大爆发，最少可以赚10个亿。白木秋，不要在这里画饼了。他要是给我做老板，我马上离职。我也是，我绝对不允许外行人来领导内行人。听到了吗，白木秋？赶紧滚出去吧！愿意留下来继续跟着新瑶干的，每个人10万。不要用金钱来腐蚀我们钟爱的事业。愿意留下来的每人50万。我愿意，大少爷，我们愿意留下来，我愿意跟新瑶一起奋斗。好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你们的工资翻倍。谢谢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墙头草。等白木秋被白家除名后，看二少爷怎么收拾你们！敢威胁本少的人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！唱得不错啊！哇，你唱得好。好听，再来一首。谢谢大家，唱得挺好的，加油啊！雷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子韬娱乐的刘子韬。不好意思，我很忙。雷小姐，我知道你非常有才华，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子韬传媒。请你不要打扰我的演出。给你100万，来给我唱个专场怎么样？接下来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要不要报？今天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他妈动手啊！放开雷小姐。这人谁啊？又是谁啊？白木秋怎么来了？真是冤家路窄。白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刘少，本大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白总，雷小姐，怎么样？这是我为老酒馆谱的曲，您审阅一下。我给老酒馆也谱了个曲，你也帮我看看。你们2个谱的曲竟然一模一样。雷小姐，我想邀请你来唱这首歌，您可愿意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好，既然雷小姐没有异议的话，那咱们就把合同签一下。对外呢，老酒馆的谱曲、作词、作者都是你。谢谢白总。亚姨，你带雷小姐去休息吧，明天一早带她去录音棚，一定要以最高品质把老酒馆给我录制出来。没问题。哎，白总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想立刻去录音。恭敬不如从命。谢谢白总。大少爷，那我立刻去联系歌曲发布事宜。着什么急啊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作为本少的生活秘书，你就应该随时为本少服务。大少爷，老酒馆已经录好了，并且没花1分钱，您要不要听一下？
不错，就是这个味儿，立刻推广。3个小时前已经上线了。呵呵，这老酒馆啊，一旦上线，就会有无数的歌迷想要见你。雷小姐，你准备好红透整个大厦了吗？白总，这都是您的功劳，一出手就是经典。没错，这是我刚刚写的，本少只要随手一写就是经典。这每一首都堪称金曲。白总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，你要不要好好的了解一下？大少爷，吼什么吼？怎么这么没规矩？吼什么啊？怎么这么没规矩？对不起，大少爷，老酒馆卖爆了。说来听听。上线3个小时，已经卖了1个亿。什么？你说老酒馆卖了多少？卖了1个亿。白总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本少爷说过呀，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雅爷，继续加大对老酒馆的宣传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几首歌非常适合。大少爷，爆了！老酒馆已经畅销了2个亿了。白总，您真是天才。是啊，白总，您真是天才。本大少爷之前都跟你们说过，我厉害的地方多着呢，以后你们呀就慢慢的了解吧。新瑶，你继续盯着老酒馆的进度。雷小姐，你呢，回去先研究一下我给你的那几首新歌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时候回去看看老头子了。爸，木秋，你来了。你身体最近怎么样？孩子，我活不了几天了。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一定会给您找一个最好的医生。孩子，我的身体我知道。穆东，老酒馆现在非常火爆，据说已经卖了2个亿。那个败家子，为什么老天能屡次眷顾他？现在看来，他绝对不是酒囊饭袋，相反，他的实力非常强。所以我们必须在你爸死之前拿到继承权，要不然我们就死路一条。妈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你要有思想准备，我死之后，我希望你能给你小妈和木东他们一条活路。雅爷，立刻召开董事会，本少要正式接管白氏集团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，那咱们的会议就正式开始吧。白木秋，你召集大家来，想干什么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我已经提前实现了东阳娱乐的盈利。我记得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们俩愿意为我做任何事，对吧？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早，你整天只知道吃喝嫖赌，到时候你会不会赢还说不定呢。本来想给你个小公司，就算是给你台阶下，你怎么那么不识趣呢？我宣布，自今日起，本少就是白氏集团的继承人兼董事长。啊！你以为小孩过家家呢？别以为靠点运势赚点小钱就能当董事长。就是，要当也是我当。二少爷年轻有为，如果公司由二少爷带领，肯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二少爷一直以来都参与集团管理，他的实力有目共睹。白氏集团的继承人兼董事长应该是二少爷。二少爷担任董事长，乃是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白木秋，靠暴力那可当不上董事长。靠暴力那可当不上董事长。对，大少爷，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人，白氏集团如果交给你，恐怕会立马破产啊！大少爷，你今天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支持二少爷。大少爷，你要是强行霸占董事长的位置，我只能撤资了。对，我不但撤资辞职，还要联系各兄弟单位对你进行封杀。本少之前就已经说过，你们这帮老顽固，我要不是看在我爸面子上，我早就把你们开除了。大少爷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白木秋，如果你不给我们活路，那就别怪我们鱼死网破。好啊，门口就在那里，不想干的立刻滚。嘿，白木秋，
在座的各位都是陪着爸一起打江山的元老，而你只是个天天只会吃喝嫖赌的败家子，要滚也是你滚！你在教我做事吗？切！真是白氏集团的悲哀呀！醒醒吧，大少爷，二少爷的能力比你强多了。白木秋，我才是真正的众望所归。那我就教教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众望所归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都给我看清楚，这个是我爸白国栋先生的任命书。本少能够当董事长，是名正言顺。你怎么可能会有我爸给的任命书？这是任命书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白氏集团的董事长。白木秋，即便有你爸的任命书，也不代表你就是董事长。我们白氏集团可是靠地产起家，你得让大家看看你在地产方面的才能才行。我妈说的没错，不如我们在房地产行业再比一比，1个月内看谁靠房地产业赚钱多，就算谁赢。我亲爱的好弟弟啊，本少现在才是董事长，这里没有你们说话的资格。我答应过爸，愿意给你们娘俩一次机会。既然你们不服，那本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陪你们玩玩。1个月后还在这里，本少继续给你们分钱。白木秋，你等！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，赶紧滚蛋，别再让我看到你！各位，我时间有限，必须在10天之内让东阳娱乐实现盈利。你们觉得新瑶的计划能做到？10天之内实现盈利？咱们公司现在负债1个亿，加上您要投的1个亿，也就是说要赚2个亿，这根本不可能。雅姨，你觉得呢？当然能。大少爷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？跟我来。这首民谣歌曲《老酒馆》，我们拿着它去找一位叫小雷的歌手，让他谱一个曲，他来主唱。就靠着这首《老酒馆》就能赚2个亿 ？Of course。这……哎，白总，那个败家子说是要找一个叫小雷的歌手，唱一首叫《老酒馆》的民谣。没关系的，让他们嘚瑟一会儿。为了方便日后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俩需要深入的沟通一下。大少爷，作为本少的生活秘书，你需要做的就是随时为我服务。来，我们共同举杯，庆祝我们的胜利！坐。白少，非常感谢您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这辈子能演唱一首这样经典的歌，就算没有白活了。来坐，雷小姐。雷小姐够爽快的呀。雷小姐，你这是不给我面子？怎么会？只是我不胜酒力。没关系啊，量力而行就好了。来，干杯！吃菜吧。雅姨，秦瑶，你们俩随时给我注意白木东的情况，要是有情况的话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明白。雷小姐，雷小姐，雷小姐，我这边呢还有几首新歌，我送你回房间，咱们好好的声讨一下。来。雷小姐，我是东阳娱乐的林心瑶，我们这有一首歌，想请您给谱个曲。这歌词写的也太好了吧？那本来就是你写的，肯定能引起你的共鸣。雷小姐，这首老酒馆呢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，我想请你给他谱个曲。好啊。雷小姐，
东洋娱乐负债1个亿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这不重要。对于音乐，他们就是外行，他们能做出……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，不许再碰我的女人。白少，良禽择木而栖，雷小姐愿意去哪儿，那是她的自由。雷小姐，希望你能加入子韬传媒，我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将你打造成现象级歌手。贵公司我高攀不起。雷小姐，只要你唱了这首《老酒馆》，你一定可以红遍这个大夏，没必要再去其他公司了。请您吉言。请吧。记住了，从今以后别再碰我的人。怎么样？白木球那个败家子也来了。废物，怪不得老婆都被别人抢，你能干成什么事儿啊？白木球、白木东，你们这2个王八蛋！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将你们碎尸万段！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说。白少，刘子韬想见你。刘子韬？他说想跟您合作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宝贝儿，我有一些事，我先出去一趟，等我忙完回来，我们再好好的交流。啊，白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废物，怪不得老婆都被别人抢，你能干成什么事儿啊？这2个混蛋拿我不当人，尤其是白木东，完全把我当成了一条狗。白木秋现在成为了白氏集团新任董事长，不如先帮他解决掉白木东，之后再找机会把他搞破产。到时我看你们白家还怎么嚣张！白少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是来向您表忠心的，从今往后，我愿意做您最忠实的仆人。从今往后，我愿意做您最忠实的仆人。你想跟着我干，可不是谁都能跟着我干的。上一世，刘子韬这个王八蛋可是害我的真凶之一。这一世，我不但抢了他的未婚妻，还屡次羞辱他。他现在还要来投靠我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处。白少，我知道，白木东正在跟您抢夺白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。他配吗？是我说错话了，我自罚。城南公园的那个荒地，据说会被开发成大型娱乐场，白木东正在暗中操作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成天混在一起，这点事根本不算秘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投靠我？白少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只有您才能带领白氏集团走向辉煌。我们刘家日后还要多仰仗您呢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城南那块地儿后因政策调整被搁浅，也就这几天的事儿，谁插手谁血赔。子韬啊，你既然愿意追随本少，那本少就赠予你一场泼天的富贵。白少，白少，干杯！干杯！不！要是被本少抓到，可是要当我的小宝贝的。白少，我们也想当你的小宝贝。二少爷，那个废物正在酒吧里玩女人。妈，城南那块荒地我已经拿下，建成以后，每年会为我们带来约100亿的利润。不错，这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那个败家子有什么行动吗？还是跟之前一样，每天都在花天酒地。妈，他会不会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？
除非老天爷再次眷顾他，否则他必败。白少，来也。你来干什么？自然是来恭喜您的了。听说您刚拿下城南公园那块荒地，那可是个大项目，白家继承人的身份非您莫属了呀。您以后可得好好照顾照顾兄弟我呀。好说，火车站那批老破小，听说是您的。那块地我早就想出手了，一直没人接盘。您看看能不能卖给我呀？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识趣呢？您也知道，我家正处于困境，那批房子再破也能有个保底收入。您也不会在乎那点小钱的，是吧？1个亿，那150套老破小全给你了。能不能再便宜点啊？8000万。那就多谢白少了。来。木东，这个刘子涛为什么突然买那些老破小？会不会得到了什么小道消息？不可能，有小道消息我也是第一时间知道。再说了，把这块资产换成流动资金，我们还可以做好多事呢。我总觉得有些蹊跷，是不是白木秋让他来的？白木秋抢了他的未婚妻，也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是不会给白木秋做事的。不，白木秋这个人，我总觉得有些邪性。你时刻留意着他，看看他有什么动向。妈，真的要这样？我们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白少，那批老破小我已经买下来了。很好，半个月后，那你就会拆迁，到时候房价会翻20倍。20倍？那岂不是说8000万会变成16个亿？我将会拿到5个亿？没错。好，我兄弟是黑龙会的，要是有钉子户，我来解决。进来。好了，信瑶过来了，我还有事要和他深入的交流，你先去忙你的吧。好。这刘子涛啊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有点长进，不过他喜欢玩一些脏的手段。信瑶，你去安保公司给我雇几个靠谱的人，24小时跟着我，此事不许让任何人知道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妈，城南那块地我已经彻底落实，咱们就等着分钱吧。那个败家子儿怎么样？他没有任何行动，还是跟之前一样，每天除了玩女人就是花钱，每天凌晨才回家。很好，1个月时间已到，立刻组织董事会，白家的继承人只能是你。大少爷，您这么长的时间啥投资项目都没干，就在赌那些老破小呀？你说的对。那您怎么知道那一定会拆迁呀？因为我是重生者。你又在质疑本少？我不敢。那为什么我看上去你好像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？大少爷，刚才2少爷来电话了，说叫您去开董事会。这个方案就交给你了。对呀，这次2少爷肯定是稳赢了。哎呀，相信我这次球队，你觉得呢？大哥，请坐。这个位置只能是本少座，滚开！白木秋，别在这耍你那大少爷的架子。约定日期已经到了，赚了多少钱？放心吧，我赚的肯定比你多。白木秋，木东已经成功拿下城南公园旁边的荒地，现在已经开始动工，完工后每年将为集团带来100亿的收入。就这？看不起啊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赚了多少钱？是啊，大少爷，你到底赚了多少钱？大少爷，我们可都等着您分钱呢。白木秋，别以为拿2箱子钱过来就能糊弄过去。按照约定，如果挣的钱没有我多，你就得让出继承人的位置。就凭你也敢跟我争？那你说你赚了多少钱？我亲爱的弟弟啊，你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吧，别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城南公园旁荒地因政策调整，无限期搁浅？什么？什么？二少爷，官方刚刚发布的消息。白木秋，这次确实是我们投资失误，不过你也别得意，
你告诉大家你赚了多少钱？16个亿呀！16个亿，这么多吗？你跟我说说，你怎么赚的16个亿？当然还得感谢我的好兄弟你了。笑话，难不成我给你16个亿？火车站附近的150套老破小，不就是你卖给我的？火车站附近的150套老破小是刘子韬的。是你指使他找我买的。大少爷的意思是，他们靠那些老破小赚了16个亿。那地方要拆迁？没听到消息。怎么赚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赚到了16个亿。白木秋，你没睡醒是吧？就那一片荒地，再过30年都不会有人动的。3分钟，我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等他3分钟。如果没有什么如果，没有如果。恭喜白少，恭喜白少！白少，火车站那些老破小果然被纳入了拆迁行列。这个是赔偿款，16个亿，辛苦了，白少。之前您答应给我的5个亿，什么5？是10个亿。怎么，你不想要了？10个亿？不，董事长，您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本少只是看在你给我做事的份上，给你的第一个福利吧。福利，白木秋，你给我等着！等靠你收拾掉白木东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大少爷还真厉害呀！这市政府要进行城市形象更新，这火车站是8大片区之一呀。本次拆迁，那边的房价肯定会暴涨，这次可赚大了。愿意跟着本董事长干的，今后我让你们数钱数到手抽筋。大少爷威武，大少爷英明，从今往后我也愿意跟着你，我也愿意跟随大少爷。好，那从明天开始，我正式继任董事长的位置。恭喜董事长！妈，这件事真就这么算了？到嘴的鸭子，怎么可能让它飞了？老夫人，刘子韬，你他妈现在还敢来找我找死是吗？还是要稍安勿躁。刘子韬，你来干什么？帮你们夺回白家。你觉得你现在说这种鬼话我会信吗？你想怎么做？白木秋他确实有实力，想要夺回白家，就只有谁不知道你现在是白木秋的一条狗？白木秋跟我有夺妻之恨，又屡次羞辱我。我之所以给他当狗，是忍辱负重。我兄弟是黑龙会的，这是他的联系方式。他靠谱吗？非常靠谱。好，事成之后，你们家欠白家那2个亿不要了。只要能除掉白木秋，助我夺回白家，我的家产分你30%。那就提前谢谢二少爷了。走，不管你们兄弟俩谁死，我都准。妈，刘子韬的话可以信吗？没事，我录了音，不怕他坑我们。白二少爷，二少爷，是白少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刚杀人，杀人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刘子韬推荐我过来的。啊，是子韬啊？好吧，只要价钱到位，谁我都敢杀。1个亿，让我杀了他。白少，你没搞错吧？怎么了？他可是你大哥呀！2个亿，你就说你干不干？你大哥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弄不好我会万劫不复的呀。3个亿，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好，这活我接了。3天内，我要听到他的死讯。白少，你放心，反正我盯上的目标从没失手过，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不过白少，按规矩，你得先付1半的定金。这里是2个亿，你明天要是能杀他，我再给你2亿。白大少爷，久违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小妞儿挺辣呀，爷就喜欢你这样的，
大哥，后面这俩小妞长得也不错，就交给兄弟们吧。事成之后随你们去。这位兄弟，我们近日无仇，往日无冤，你突然拦着我们的去路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拦我的去路？这里是100万，拿来给你的兄弟们喝酒。不愧是白大少爷，出手就是阔绰。既然没什么事了，那麻烦让一下。慢着，不好意思，白大少爷，您这100万呢，根本不够看。有人出3个亿要你的命，那个人是谁？这你没必要知道。放眼整个港城，只有我二弟白木东对我恨之入。你话太多了吧，大少爷！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送大少爷上路。是，10个亿，10个亿，告诉我他是谁？10个亿，10个亿，告诉我他是谁？大哥，那可是10个亿啊！要不咱们……放屁！咱们黑龙会办事是讲规矩的，赶紧给我上！等一下，原来你们是黑龙会的人，那就好办了。刘子涛是我的小弟。你少给我套近乎，要不我现在给刘子涛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不过你们放心啊，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告诉他的，并且我承诺你们的10个亿，我依然会出。大哥，要不咱给涛哥打个电话？哎，黑子，子涛，你跟白木秋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白木秋是我大哥呀，我刚从他那赚了10个亿。10个亿？好吧，那我挂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白大少爷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您海涵。都是自己人，不用那么客气的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想杀了我吗？就是你的二弟白木东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3天之内杀掉你，给我3个亿。如果在明天之前杀掉你，4个亿。我知道了，4个亿我出了，明天我打到你的卡上。白少，白木东狗急跳墙，想要杀掉你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不行，直接杀了他太便宜他了。我答应过我爸，我会让他活着。黑子，又怎么了呀？哎，子涛啊，我又惹祸了。你小子玩什么花活啊？哎呀，我接了个大活，3个亿杀掉那个白木秋。什么？你疯了吧？他你也敢杀？幸亏给你打个电话，要不真是给你惹麻烦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俩已经和解了。虽然黑子被白木秋唬住了，当时没有立刻动手把他杀了，但经此一事，白木秋应该彻底信任我了。只要坐实白木东买凶杀人，他们兄弟俩一定会不死不休，到时候我就可以一网打尽。是谁雇佣你杀的他？哎，不是你把这个白木东推荐给我的吗？你放屁！一定是白木东在诈你。白木秋现在是我大哥，我怎么可能介绍白木东叫你去杀他？白木秋是你大哥，得了，白木秋是你大哥，就是我大哥。白木东这个混蛋，我饶不了他。好了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咱们得有所表示才行。白少怎么说？他说会补偿我的，完了他就走了。你这样，你立刻联系白木东，就说已经杀掉了白少。哎呀，这红口白牙的，人家能相信吗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啊，你约白木东过来验尸，等他到了再把他抓住送给白少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在泛海大酒店3个8，一会儿见。白少，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会这么快？你不会骗我吧？你是在侮辱我，侮辱我们黑龙会。我不是不信任你，但这实在太快了吧？泛海大酒店3个8房间，你亲自来看白木秋的尸体吧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大哥，白木东会来吗？谁知道呢？是。涛哥，你们请。怎么样？给白木东打电话了吗？打过了，他说马上就到。怎么样？黑龙会说已经得手，约我去泛海大酒店888房间验尸。消息可靠吗？黑龙会的消息还算可靠。哎，死都死了还看什么？走，跟
跟妈干大事去。老白，你身体不好，早点把白家交给穆东吧。对啊，爸，我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你就把白家交给我吧。要不先写个遗嘱，立穆东为白氏集团董事长。我这还没死，你们就逼着我立遗嘱。爸，你也快上路了，不如提前立吧。逆子，逆子啊！我早就下达了任命书，将白氏集团交给了你大哥。你们就是逼着我立下遗嘱，将来也是没有用。老白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穆秋被人给杀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穆秋霸道惯了，得罪了不少人。今天晚上在泛海大酒店被人给……赶快带我去泛海大酒店！快呀！不用去了，你还是跟我们去董事会任命穆东为白氏集团董事长吧。爸，手机。爸，穆秋，爸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儿？穆秋，他们说你被人杀了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妈，看来我们是被骗了。没事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会议开始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刚刚我们把白木秋继任董事长的事跟老白说了一下，老白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之前的那份任命书是假的。可我们刚刚都看过，确实是白董事长的笔记。我之前就说过，是白木秋伪造的。那份任命书就是白木秋伪造的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连任命书你都敢伪造啊！大家说说，像白木秋这种人，配得上继承集团吗？是这道理。二弟，确实是我看伪造的人是你吧？切，不是。幸好本少之前在家里安装了隐蔽摄像头，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你们所作之事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我……逆子啊！我早就下达了任命书，将白氏集团视频给了你大哥。视频，你们就是逼着我立下遗嘱。白木秋，你真是无耻之极！你居然能够伪造出这样的视频来污蔑我！白木东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还在狡辩。看在爸的面子上，你当着大家的面承认错误，我可以对你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明明是你在诬陷我，我又没犯错，我需要你什么从轻发落？你别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颠倒黑白！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还是讲公道的。白少，说，我现在正在跟黑子在泛海大酒店888房。本来我们想约白木东过来，把他抓住送走，没想到他没来。子韬兄弟，你约我二弟到泛海大酒店888房，是准备干什么呀？白少，白木东花3个亿雇佣黑子杀你，我们将计就计，想把他抓住送给您，请您发落。子韬，你和黑子兄弟呢？现在到白氏集团会议室，我们正在开会。怎么样？你还想狡辩吗？狡辩？刘子韬本来不就是他的一条狗吗？他们两个肯定又搞了什么鬼把戏。白木秋，先是伪造任命书，然后又伪造视频，现在又联合刘子韬污蔑穆东杀你，
你的心怎么那么歹毒？都是自家兄弟，相煎何太急呀！够了！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是不是糊涂了你？你现在还向着他？你这个恶婆娘！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你？还要使气管白家，他第一个要弄死的就是你！我说小妈，我看你应该说的是你们两个吧？要是今天晚上你们俩拿到了我们白氏的继承权，应该会把我们大家都弄死吧？白木秋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简直是登峰造极！即刻起，白家和白氏集团我说了算，哪些要继续留在集团干的，到我这边来。怎么？难道你们都想跟着这个败家子一起喝西北风吗？他到底什么德行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二少爷，我愿意跟着你。我也愿意。你们两个呢？我愿追随大少爷。我也愿意跟随大少爷。只有大少爷才能带领我们走向辉煌。那你们两个就等着跟他一起毁灭吧。刘子韬，你个小人！你他妈给老子设套是吧？啊，给我设套是吧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大少爷，白木洞出了3个亿，让我3天之内杀掉你。这是我们俩当时的对话录音。我亲爱的二弟，你要是现在承认错误，我还叫你一声二弟。今后我会让你和小妈衣食无忧一辈子的，怎么样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认什么错？我们是被诬陷的。我说小妈呀，你为了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还真是豁出去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白夫人，那个 U 盘呢，只是个备份，原件还在我这里，你吞了也没用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对我大呼小叫？你……老白，李木秋为了继承人的位置无所不用其极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保持沉默吗？好，我今天就给你个答复，给各位董事一个答复。白木东企图弑兄虐父，品性极其恶劣，秦牧高览不但不劝阻，反而倒成了帮凶。即刻起，我逐出白家，从此与白家再无任何瓜葛。老白，你是夫妻百日恩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要不是看在夫妻情分上，你早就……爸，你们两个还不赶紧滚！二少爷，行吗？刘子韬，你别得意，木秋，杀你是刘子韬的主意，是刘子韬的主意。高兰，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高兰这个娘们儿，不会当时就给我录音了吧？这刘子韬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不过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好，等一下我就让你死心。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哦，你说说看。大哥，刘子韬觉得你抢了他的老婆，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之所以愿意当你的狗，是为了忍辱负重，找机会报仇。黑子就是他介绍给我的。哼，本少既然能收他当狗，难道我还怕他咬我吗？反倒是你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仔细？哎，你觉得我会留你在身边，做一个迂腐的农夫，被你这条毒蛇咬吗？忠言逆耳！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迟早会被刘子韬这个人杀死的。妈，我们走。你还是操心一下自己的事儿吧。恭喜大少爷成为董事长！谢谢各位了。哎，乐乐爷爷，从今日起，本少正式成为白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给大伙儿发红包。大少爷，我们俩刚才鬼迷心窍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求你原谅我们吧。我们俩愿意给你当狗。本少最讨厌就是朝三暮四的人。是大少爷，你放过我俩吧。黑子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。好。大少爷，放过我们俩吧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老爷子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木秋啊，刚刚你小妈和木东来找我，他说你被杀死了，当时我就……爸，怎么会呢？你没事就好啊。
白家就交给你了。您就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的。来，过来。来，爸爸再跟你多说2句。爸，您说。木秋啊，这个木东虽然干了那么多的混蛋事情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，我还是希望给他们娘俩一条生路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他们的。让白木东死，那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活着，慢慢折磨他，让他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。我累了，送我回去吧。好，哎，雅姨，送爸回去休息吧。爸，你慢点啊。哎，黑子，刘子韬，你玩阴的玩到我头上了是吧？明明是你给我介绍的白木东，你却在电话里不敢承认。明明是你想借我的手杀掉大少爷，你又怕自己牵扯进去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你以后好自为之吧，我跟定大少爷了。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不过白木东已经被废掉了，也是时候找机会对白木秋写下手为强了。这雅姨怎么还没回来？你逆子！爸，怎么了？你给我打电话。半个小时之内给我汇100个亿，否则就等着给你爸烧尸吧！混蛋！你要是敢动我爸一根汗毛，我定将你挫骨扬灰！先答应他，等见到老爷和雅姨再随情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，你要先让我看到我爸和雅姨，我才能给你打钱。好，我劝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招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他们俩的忌日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黑子，你现在带着兄弟来我家一趟，我爸被白木东绑架了。喂，子韬，白木东绑架了老爷子和雅姨，大少爷过去救他们了，你能不能过去看看？我怕大少爷出事。糟了，白木秋过去，我就不能拿回录音。以白木东那个怂货的性格，肯定得被白木秋收拾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破釜沉舟了。夕阳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去接你。臭婊子，竟然敢背叛我，投靠那个败家子！看我把你脸刮花，你还这么勾引男人！爸，木秋，别动！我要的钱呢？你先把他们放了，我马上给你打过去。白木秋，你怎么还当我3岁小孩了？早都架脖子上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现在一事无成，你开心了？给我跪下！给我跪下！好，我跪下。我现在跪下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才是白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在白家只有我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大哥，我错了。绑架爸是吧？让你绑架，让你绑架，让你绑架，让你绑架！爸，木秋，没事吧？都怪我，没有让你们待在我身边。你这个废物，还敢跟大少爷斗！白木东，我已经答应过爸，是要放了你和小妈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敢绑架爸，这就怪不得我了。木东，木东，木秋，木东只是一时糊涂，
你放过他吧。你以为这件事情没你的份吗？你们这一对蛇蝎心肠的母子，真是该死！木秋，我已经把刘子韬要杀你的录音发给你了，你看在你爸的份上，饶过我们吧。老白，帮我们跟木秋求求情，放过我们吧。从此以后，我一心伺候你，好不好？滚开！我爸需要你们这一对蛇蝎心肠的母子照顾吗？你答应放过我们了。从今以后，我罚你们在白氏集团大楼下面刑期一辈子，带着你的儿子滚吧。谢谢。爸，让您受惊了。大少爷，我来晚了，不怪你，爸。从今以后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到你。好。刘子韬。喂，三木秋，想救林心瑶，立刻带着3000亿一个人来城北废弃工厂。你要是敢报警，那就替他收尸吧。黑子，你派2个人在家里保护雅姨和我爸，你跟我一起去趟城北。好。刘子韬，本来收拾完白木东我就会收拾你的，没想到你竟然先下手。也罢，那今天咱们就做个了结吧。雅姨，在我床头的墙上把弓箭给我取下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们2个留下照顾老爷子和雅姨，你们俩等一会儿，跟我一起去。明白？是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这些事的。大少爷，您这是手艺？黑子，我去见一下刘子韬，你带着兄弟们从后门包抄过去。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。按我说的做。好。刘子韬，我现在过来了，你把心瑶放了吧。钱呢？3000亿我自然不能全部带着，你先放了心瑶，我待会儿给你转账。你他妈唬我呢是吗？先转账，再放人。刘子韬，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哼，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吧？我平时对你也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白木秋，你抢我老婆，又屡次羞辱我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。你要是一直跟着本少的话，你觉得我会缺了你一个老婆吗？少狡辩，赶紧给钱，不然我杀了他。好啊，那看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剑快？那肯定是。心瑶，没事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董事长，你回来了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们吧，我再也不跟你争了。木秋，木东好歹是你亲弟弟，你就给我们一家小公司，让我们度过余生吧。大哥，我保证我也做一条你的好狗。哼，想当我的狗？你觉得你配？木秋，看在你爸的面子上，放过我们吧，我求你了。妈，黑子，董事长，我现在要罚白木东和高兰在白氏集团大楼下面刑期一辈子。要是有任何人敢帮助他们，就是与本少为敌，与白氏集团为敌。知道了，董事长。不要，再商量商量呗。商量什么商量？